在暴雨中，一个男人在街上大便，还傻笑着和人打招呼。而这时，他心中的女神突然出现。他是村里的傻子，孩子们扔石头砸他，他也不恼，只会傻笑。但谁也不知道他是北朝鲜的间谍，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特工，从小就被部队训练成最强的战士。而他的任务就是在南韩的村子里扮傻子，等待组织的命令。而这一等就是2年。在这里，他化名东九，住在一个杂货店大婶家。为了装傻，他要求自己每天都要从楼上摔下来3次，1次也不能少。他装傻的2年，获取到了村里所有人的情报。在村里潜伏的另一个间谍是一个邮差，在这里待了16年，组织从没联系过他，似乎已经将他遗忘。在不知不觉中，东九成了村子里不可或缺的人。小孩哥哥不见了会找他帮忙，大婶的儿子会和他聊人生道理，这是东九不愿面对的，因为友情是最大的杀伤武器。如果有一天他和村民成为敌人，他该怎么办？东九认为，只要他信任组织，组织就会信任他，并且帮他照顾好母亲。而这一天，组织派来了新的间谍，他找到东九，率先发难，两人打斗起来，拳拳到肉，两人竟打得不相上下。原来男人也是组织的特工，名叫海浪。东九不明白，自己明明在这里，为什么还要派人来？难道自己已经不被组织信任了吗？海浪并未说明情况，只说自己在执行任务。为了弄清这一切，东九偷偷跟踪海浪。原来组织给海浪的任务是伪装成一名摇滚歌手，但他天生五音不全，任务始终无法完成。夜深人静时，东九总会给母亲写信，即使从没寄出去过，但这是东九全部的精神寄托。这天，快点大叔找到东九，上面来命令了，叫他回去。可大叔早已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想叫家人潜逃的南韩却被抓到了。他想向东九借把枪，去刺杀几个南韩高层，再自杀，为家人争取到活命的机会。东九看着他，拿出一把手枪。从东九手上接过枪，缓缓放入嘴中，疯狂的颤抖，然后扣下扳机，枪里并没有子弹。最终，东九放走了他，因为他十分了解亲情这2个字的重要性。晚上，东九在整理母亲的相片，突然一把枪顶住了他的头。东九缓缓扭头，来人没有说话，而是缓缓扣动扳机。东九赶忙追上，两人飞檐走壁，一阵追逐，却被他不慎逃脱。第2天，东九遇到了一个高中生，就是他昨天的神秘人。原来此人是东九曾经的组员，十分崇拜东九。来到这里的任务就是监视东九和海浪。3人的卧底任务十分枯燥，但和村民的关系是越来越好。在聚会上，他们一起唱歌打闹，看着这些再平凡不过的场景，东九愣住了。他不怕训练的辛苦，不怕死亡的恐惧，但这一刻他怕了。他怕自己被这群淳朴的村民改变。东九不知道，此时内战结束，为了掩盖历史，他们即将被当作背叛者处罚。与此同时，所有卧底接到了命令，是他们最后的任务——原地自杀。一时间，南韩各地纷纷出现间谍的尸体，他们的身体里都被植入了定位器。东九并未执行命令，他不畏惧死亡，唯一牵挂的就是他死后身在祖国的母亲能否得到妥善照顾。东九剪去长发，去向大婶告别。大婶没说什么，让他先吃饭，给他拿出一张存折，说是车费。东九走出门外，向大婶鞠了一躬。他换上帅气西装，走在曾经无数次走过的地方。他了解这里的一切，只是他再也回不来了。东九来到一处破旧的厂房，等待前来捉拿他的教官。他见教官，只想确定一件事：自己的母亲是否还活着。教官没有回答，命令手下动手。东九闪身躲过，扔出一把飞刀，近身夺过手枪，指向了教官。而此时，受伤的东九不敌教官，被一脚踹出窗外。此时他发现了村里的2个孩子，东九催促他们快走。敌人从窗户跳下，东九替孩子们挡住一枪。幸好海浪开车赶来，将东九救走，将2个孩子放回村里。来到一处废弃大楼，快点大叔在这里给他们准备了武器。可当打开包裹时，里面只是几块砖头。原来大叔的身份是一名教授，他一直反对这个秘密部队的建立，认为他们肯定会背叛。而东九和海浪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双方展开一场大战，好在敌方战斗力不高，很快被2人解决。大叔告诉东九一个丑陋的真相：在他进入组织时，他的亲人就进了监狱，而下达自杀命令那天，他的母亲就被处刑了。东九跪倒在地，他的支柱在一瞬间土崩瓦解。他不理解为什么誓死效忠的祖国怎么会这样对自己。大叔缓缓走向东九。
癫狂的东九死死掐住大树，却被窗外埋伏的狙击手打中。海浪拼死将东九带上楼顶，天空阴暗暗的下着暴雨。海浪和东九准备最后的决战。教官来到楼顶， 난 동물 믿었는데 결국 반역자가 된 거가. 오마미를 부탁했는데 그게 그렇게 큰 부탁입니까? 차단하라. 几个人围拢过来，都被东九快速解决。到了决战了，东九逼近教官，几个回合下来不占上风。他的技巧都是教官教的，身上的无数伤痕也让他使不出力。慢慢的，东九身上染满鲜血，力竭倒地。教官拿起枪对准东九。教官回头望去，是伪装成警察的李海镇。教官从怀中掏出手雷，鱼死网破。 자랑이다. 더 이상 무너지지 말고 조국을 위해. 教官拉掉保险，海浪突然冲出，抱紧教官，与他一同坠落楼顶。警察慢慢向二人靠近，他们要逮捕二人。东九在恍惚中看到了大婶给的存折，上面写着给小儿子东九的存款，上面的数目不断增加，一开始是工资，后来是结婚基金。看到这里，东九泣不成声，他失去了国家的信任，失去了一直惦念的母亲，却在敌国有了另一位妈妈。 그렇게 살고 싶어! 他好想回去，回到大婶的杂货店，回到那个安静的村庄。可他们是间谍，唯一活下去的办法就是投降。李海镇不愿背叛祖国，开枪射击，警察迅速反击。看到中枪的海镇，东九跑过去抱紧他，为他挡下子弹。两人从天台重重摔下，在东九最后的目光中，他看到了三人最快乐的时光。在村子中，再也没有那个穿着拖鞋、爱打滑梯的傻子了。在一个小巷中，大婶看着一张全家福，她每天都会来擦拭，上面是大婶和她的2个儿子。 而照片的后面是东九拙劣的字迹：妈妈不要生病。